6-3包休，否卦走到6-3已經進入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。初六只是發現環境開始變化，6-2已經看到小人得勢，環境出現失衡。到了6-3，否氣進一步加重，天地之間的不通已經發展到明顯的階段。所以6-3只有2個字：包休。什麼叫包休？包有隱藏、包藏、承受之意，休不是簡單的羞辱。在易經裡面，休代表不合正道，行為受到限制，內心產生惭愧，甚至因為錯誤選擇而承受後果。所以6-3告訴我們，當一個人長期處在錯誤環境裡面，如果不能及時的調整，就容易出現明明知道方向不对卻無法改變，明明知道事情有問題卻還在繼續，最後不僅受到外界压力，也会受到自己內心的否定。这就是6-3最大的危險，不是困難本身，而是人在困難中逐漸失去判斷力。6-3屬於坤卦之上，陰爻居陽位，位置不正，這代表自身狀態與環境發生衝突。為什麼說不正？因為6-3本應該保持坤德、柔順、承德、守靜，但是處在否卦之中，又接近上面的陽爻，容易出現想改變又沒有力量，想突破又沒有方向，於是產生一種狀態，進退兩難。這也是很多人在人生低谷中的真實狀態。比如事業失敗之後想重新開始，但是害怕再次失敗，想放棄又不甘心，每天都在矛盾中消耗。6-3告訴我們，最大的困境不是外部沒有路，而是自己的內心沒有確定方向。6-3與人生低谷，很多人的人生會經歷一個6-3階段，比如創業失敗、投資虧損、事業受挫、關係破裂，人生進入低谷。這個時候人容易出現3種反應。第一種，怨天尤人，認為都是別人害我，都是環境不好，都是運氣不好。這樣的人會一直停留在否卦裡面，因為他把力量交給了外界。第二種，自我否定，認為哎呀，我不行，我失敗了，我沒有價值。這種也是錯誤，因為否卦只是一個階段，不是你的定義。第三種，反觀自己，開始思考，哪裡出了問題？我的選擇有沒有錯誤？我的認知有沒有局限？這種人開始走出6-3。易經的智慧，真正的改變從看見自己的問題開始。下面進入6-3實際的預測，占事業。6-3問事業，代表目前事業進入困難階段，可能項目失敗，競爭壓力增加，被別人牽制，上下關係不協調。如果問現在適不適合繼續堅持，6-3告訴你，不要盲目堅持，先檢查方向是否正確，方法是否正確，合作對象是否正確。很多人失敗不是因為不努力，而是在錯誤的道路上努力太久了。斷，事業有阻，易調整，不易硬衝。如果創業，6-3提醒不要繼續擴大投入，否則容易越陷越深。應該先止損，重新布局。占財運，6-3財運屬於財有耗損之象，容易賺錢困難，資金被占用，投資回報慢。尤其要注意，不要因為急於翻身而做高風險的決定，比如借錢投資、重倉賭博式的項目，相信快速發展機會。否卦最忌以急求通，越急越容易進入新的阻礙。斷，守財勝過求財，先穩定再發展。占婚姻感情，6-3問感情，代表關係中積累的問題開始爆發，可能雙方都有怨氣，都有委屈，但是呢，又不願意真正的溝通。包休在感情裡面代表把問題包起來，表面維持，內心積壓。
比如夫妻之間小問題不解決，一次次忍耐，最後因為一件小事爆發。斷，感情需要坦誠的溝通，不能繼續的壓抑。暫觀非訴訟。63屬於比較明顯的不利之象，如果問訴訟糾紛，代表容易陷入複雜的局面，可能雙方都有責任，事情拖延，過程反覆。建議呢，不要意氣用事，以解決問題為主。占疾病健康，63疾病對應呢是長期的積累，不是突然形成的，可能是壓力過大、情緒鬱結、睡眠問題、身體功能下降。63提醒，身體出現信號時不要忽視，因為很多疾病不是一天形成的，而是長期的不通。63對應住宅，屬於脾氣進一步加重。常見住宅表現：一、陰陽失衡，例如房屋長期的陰暗，陽光不足，濕氣重，人呢就容易精神低落。二、空間擁堵，東西太多，道路不暢，家具擺放壓抑，向上就是氣無法流通。三、家庭矛盾增加，住宅內部各自封閉，缺少交流，容易出現冷漠、隔阂、爭執。63風水調整方法，63的問題核心是打開。第一，打開空間，清理不用的物品，讓氣流動。第二，打開光線，增加陽氣。第三，打開關係，不要讓家庭成員長期沉默。風水真正調整的不只是房子，而是人的狀態。63告訴我們，人生最低谷的時候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停止抱怨，抱怨不能改變的環境，只能消耗自己。第二，停止證明，很多時候人越想證明自己，越容易被情緒控制。第三，開始反省，真正的大轉機不來自外部，而來自內部認知的改變。易經講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否卦走到63，看似最困難，其實也是轉變的開始，因為只有真正看見問題，才可能解決問題。63一句話總結：否運最深之時，不怕困難，只怕失去自省。能破內心之障，才有機會迎來轉機。94有命無咎，愁離止。否運開始鬆動，真正的轉機出現在哪裡呢？講到這裡，否卦已經走過前3爻了。初六是問題剛剛出現，62是小人開始結黨，環境越來越不通。63則是整個否卦最黑暗、最污濁的階段。到了94，情況終於開始發生變化。為什麼？因為前3爻全部是陰爻，而到了94，陽爻出現了，也就是說牽陽重新進入這個局面，這就是整個否卦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轉機。94的爻辭是有命無咎，愁離止。我們先不要急着背這句話，我們把它翻譯成今天的大白話，其實就是以前這個地方沒有規矩，大家各說各的，下面的人和上面的人互相不信任，事情也就沒人管了。現在開始重新建立規则，有了明確的制度，有了能夠執行的命令，有了共同遵守的原則，於是原來那些災禍和混亂就開始慢慢的消退，而那些願意守正、願意做正確事情的人也開始重新聚集起來。所以94最重要的2個字，有命。有命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這裡的命不能簡單理解成命運，在這套用宣聖講義的解釋裡面，命更重要的是政令、法度、規則、正道。為什麼？因為否卦最大的特點是天地不交，上下不通，而人事上表現出來就是沒有規則，沒有秩序，沒有正常的信息交流。於是每個人都開始按照自己的利益做事。這時候最先出現的轉機是什麼呢？不是突然發財，也不是突然遇到貴人，而是規則開始恢復，
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因為一個環境真正從否走向泰，第一步不是所有事情馬上變好，而是秩序恢復。你可以想象一個公司，以前公司裡面誰跟老板關係好，誰就有話語權，誰會拍馬屁，誰就得到資源。真正做事的人呢，反而被壓制。員工之間互相猜疑，部門之間互相推卸責任，項目出了問題，没有人願意負責。這就是一種痞。但是有一天，公司開始重新制定制度，誰負責什麼明確了，獎金怎麼分明確了，項目怎麼批明確了，出了問題誰負責也明確了。這個時候你會發現，公司並沒有馬上變得非常成功，但是氣已經開始通了。為什麼？因為規則重新出現了。這就是94。94為什麼是轉機出現？94處在外卦籤的最下面，前三爻的陰氣走到這裡已經到了一個階段性的盡頭，天陽開始進入。所以從卦象來看，否局開始鬆動，但大家一定注意，94只是開始鬆動，不是說否已經完全結束。這兩個概念差別非常大，很多人在逆境裡好不容易遇到一點好消息，就開始瘋狂擴張。這是最危險的，因為94只是看見了光，還沒有真正走出黑暗。所以94的策略是穩步恢復，不要急，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推倒重來，更不要因為環境稍微改善就開始得意忘形。為什麼94說無咎？因為94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，陽爻居陰位，剛中有柔，這意味着有行動力，但不是蠻幹，有力量，但懂得協調。所以94不是讓你現在陽氣來了趕緊衝，而是告訴你現在終於有機會做事了，但是呢，要按照規則做。這就是有命無咎。你會發現易經真正高明的地方在這裡，它從來不是告訴你好運來了你趕緊發財，它告訴你好運開始出現以後，你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承接好運。94的答案就是規則、秩序、正道。94占事業，終於可以動，但不要亂動。如果你占事業得到94動爻，這時候和前三爻完全不同。初六是守，62是退，63避，到了94就可以開始動了。但是這個動不是冒險，而是在規則之內重新建立事業。比如你之前所在的公司一直很混亂，現在公司開始換管理層，重新制定制度，開始清理內部問題，這就是94之象。如果你問我還有沒有機會，94通常代表有機會，而且這個機會不是虛的，因為環境本身正在发生變化。如果你是管理者，可以開始整頓團隊，但不要一次性把所有人都推翻，應該先建立制度，再調整人員，再重新分配權責，一步一步來。如果你是普通員工，可以重新爭取機會，但是不要靠爭鬥，而是要靠專業、能力、規則、結果。所以94的事業斷法可以濃縮成一句話：時機開始轉好，事業可以重新啟動，但必須循規蹈矩，循序漸進。94占合作求財，如果占合作，94比62明顯好很多。62是什麼？小人抱團，信息不透明，合作裡面充滿了算計。94則開始出現公平規則。所以如果你正在談合作，94代表可以重新尋找可靠的人合作，但是必須把合同、責任、利益分配全部寫清楚。以前靠相信我，以後要靠白紙黑字。這就是94，尤其是做生意的人，94最重要的提醒，不要再靠關係去維持合作，而是要靠制度維持合作。因為關係於人，制度屬於結構。一個真正穩定的事業不可能只靠人情。如果問財運，94屬於財路開始恢復。以前呢，錢進不來，或者是資金被卡住，
或者投入之後遲遲沒有回報。到了9、4開始出現回款，開始有新的客戶，開始出現新的項目，但是還不能大規模的擴張，因為脾運只是開始鬆動，所以財運上易恢復不易冒跡。9、4來占感情，終於重新開始說話。如果問婚姻感情，9、4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爻，因為脾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不交，所以感情中的脾就是不溝通。2個人住在一起，卻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你不理解我，我也不想理解你。久而久之，天地不交，夫妻也不交。到了9、4陽氣出現，說明溝通開始恢復，以前不願意說的話開始願意說，以前積累的問題開始願意解決，以前彼此防備，現在開始願意重新建立信任。所以如果問這段關係還能不能恢復，9、4通常比前3爻樂觀，但是注意，不是馬上恢復到從前，而是開始恢復。所以感情上的9、4最適合做什麼呢？不是逼對方馬上給答案，而是重新建立規則。比如什麼事情不能觸碰，什麼問題必須溝通，雙方如何處理家庭關係，如何減少外界的干擾，如何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。你會發現9、4的有命放到婚姻裡面，就是關係重新建立邊界和秩序。9、4占是非官非，如果占糾紛官非合同衝突，9、4也是一個轉機，因為9、4代表規則重新出現，所以原來模糊不清的問題開始有明確的規則，原來雙方各說各話，開始有人主持公道，原來沒有證據的爭論開始進入正式的程序。因此9、4對於是非之事有解，但還是那句話，不要情緒化，不要靠爭吵，要靠證據，靠規則，靠程序。9、4占健康，這裡需要特別的去說明，傳統醫學的健康象意只適合作為文化上的象徵性的解讀，不能替代醫學診斷。從脾卦象意上來看，前3爻屬於閉塞，9、4則是開始疏通，所以如果占身體狀態，可以理解為原來的壓抑開始緩解，生活狀態開始恢復，情緒開始舒展，作息開始規律，身體的堵開始慢慢減少。但它依然不是一下子完全恢復，而是逐漸恢復。所以9、4的關鍵詞：疏通、恢復、規律。9、4風水，風水開始講一個字：通。到了9、4，風水布局也不能繼續按照前3爻那種單純退守清理的思路。因為9、4已經開始轉陽，所以風水重點從清除閉塞轉向建立秩序。第一，住宅要有明確動線，家裡的家具不要隨意的堆放，走道不要堵，門口不要堆雜物，客廳不要被大型的家具切割得支離破碎。為什麼呢？因為9、4代表有命、有規則、有秩序，所以空間也應該有秩序。第二，辦公環境要功能分区辦公室，文件收納、會議區域、工作區域都要分清楚，這在象意上對應罡紀重新建立。第三，增加通風和採光，脾卦最怕氣不流，9、4開始轉機，所以打開窗戶，讓空氣流動，讓陽光進來，讓空間呢恢復生機，這比單純擺放大量所謂化煞物品更加符合這一爻的象意。第四，可以用植物和緩慢流通的水井作為象徵性的布局。家中办公室保持規整的收納，劃分清晰动線與功能分區。東南巽位可以用向陽綠植疏導濁氣，也提到設置輕緩流動的水井，以象徵氣機流暢。這裡我們一定要理解它背後的邏輯，不是說擺一盆植物馬上發財，也不是放個流水的擺件就能改變命運。真正的意思是通過環境的調整，幫助自己從閉塞狀態進入流通狀態。裘离止是什麼意思呢？9、4最後一句裘离止，這是整個9、4非常重要的一句話。
仇可以理解為同類、同道之人。離在原文體系中有依附、貼合以及脫離災厄等不同層次的理解。止就是福，所以他告訴我們，當正道重新建立的時候，真正能夠讓局勢徹底轉好的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。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否卦為什麼會形成呢？因為上下不同，人與人之間不同，彼此失去信任。到了九四，開始重新建立連接，於是同道之人開始聚集，大家重新形成共同的目標，這就是否轉泰的真正開始。所以你會發現，易經裡面的福從來不是一個人偷偷發財，真正的大福是一個人的正確選擇能夠讓周圍的人一起受益，這就是酬離止。九四真正的占卦結論，所以如果你實際爻卦，本卦為天地否，而九四發動，那麼你首先要記住，這不是否運最黑暗的時候了，是已經開始轉動，但還沒有完全通。所以判斷可以分成幾個層次，事業開始轉機可以動，但以循序漸進。財運開始恢復可以求，但不宜重倉冒進。感情溝通開始恢復，有修復機會，但需要重新建立規則。對於合作，可以重新尋找合作對象，但必須明確權責。是非有解決的機會，以規則、證據、程序為先。健康水由閉塞向恢復轉變的階段，重在規律和疏通。風水從清除閉塞轉向建立秩序，促進流通。九四最重要的一句話，如果讓我把九四壓縮成一句最容易記住的話，否運開始鬆動的時候，不要急着慶祝，要先把秩序建立起來。因為真正的轉運從來不是突然從天下掉下來一個機會，而是你開始重新做人，重新做事，重新建立邊界，重新選擇合作的人，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，然後外部環境才開始一點一點的改變。這就是九四。九四總結，初六的時候拔毛你要退，六二的时候包成你要遠離小人，六三的時候包休你要脫離污濁，到了九四有命，終於可以重新建立秩序。所以整個否卦到了這裡才真正出現了第一道的曙光。但是曙光不是太陽，九四只是黎明，真正能夠把否運徹底停下來的人還要看下一爻九五。九五的爻辭非常有意思，休否大人吉，其亡，細於包桑。這裡面藏着一個非常深的道理。為什麼一個人已經開始走好運反而更要害怕？為什麼真正厲害的人越接近成功越不敢放鬆？為什麼已經在最接近泰的时候反而提醒你其亡？但是真正有意思的問題來了，九四已經轉好了，規則重新建立了，陽氣也重新出現了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苦日子終於結束，可以徹底放鬆了？恰恰相反，易經偏偏在這個時候提醒你，最危險的時候有時候不是你最窮最慘最低谷的時候，而是你剛剛翻身的時候。因為一個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剛剛看到希望就開始膨脹，剛剛賺到錢就開始加碼，剛剛掌握權力就開始放縱。所以九五出現了一句非常反常的話，其亡，細於包桑。為什麼已經轉好了還要天天想着我是不是快要亡了？真正的高手到底在害怕什麼？下一期影像否卦第4集，我們進入否卦最核心的九五爻。歡迎訂閱，打開小鈴鐺，不要錯過下期精彩的影片哦。